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独家冠名播出。看牛哥，哈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哇，你在这边等我，想念。我每次来台南都是因为你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跟台南的回忆跟你的回忆连在一起，连接，而且最美好的回忆，最美好，每一次都有你。那个姐姐的光要打得美一点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出现了。对，我真的都没有在接工作了。我对他的态度一向就是，他只要不主动跟我讲的事，我就不会问。当已经听到说他要结婚的传言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去问他说你有要结了吗？他那个邀请挺荒谬的，因为他就传了讯息来说你要把我送出去，我还是不确定啊，就是说是指哪一方面的送出去呢啊？然后结果我就说，请问是具体要我做什么事情？他就说你要主持我的婚礼。那时候就在这边办婚礼耶，你能跟我想象吗？来，我们从好这边，来这边请。那时候这边布满了花艺，让所有的宾客来这边拍照的。对，那天好像是因为有很多的群众来献上他们的祝福。对。啊，我永远记得，就是我和我先生这样一出去，看到你知道这个整个十字路口的地方，就是满满的人潮的时候，好感动哦，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好可惜那天我们没有上来，就你们夫妻两个。对。所以是连路上都是人吗？就是满满的，我看得到的镜头都是满的，他们就是一直喊说要幸福哦。你说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像罗马假期里面会出现的画面哦。说不定你到现在在路上碰到的人，当时还有在里面大喊大叫的人。对，就会感谢，然后这样，谢谢你们。我是看着你出道了，我真的很惊讶。你是我的开始，我的开始是你赋予我的。所以你当时对那个婚礼的想法，是因为我看你出道，所以你要我主持婚礼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 ，OK， 是在我心中是这样的一个分量。懂。每一个演艺圈都有一个人是推手，你是那个推手，把我推上去的。对，所以在这个结婚舞台，也请把我送往下一条道路。是啊，很有趣。所以你还快要 delay 你的飞机。我知道，我很紧张，我吓死了。他当天才回来，当天哦，虽然我也很晚才约，可是我早上说你还没上飞机，好，你上了飞机告诉我，我再开始化妆，就是一切都很多的未知。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新娘子。没有，对。其实不当模特以后，我都不穿高跟鞋了。应该不可能怀念模特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怀念任何有关于镁光灯的世界。咚咚咚，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给了所有最好的自己。是。然后该尝试、该挑战的每一个都做了。我们先来到这个这边。你们竟然播这个片段，康永哥来！我的天哪，我还没有看过。我觉得你婚礼那天挺镇定的，你自己在分配任务，然后提醒我什么，就是你当天没有打算要做那种放松的新娘，你是要打算就把它像
主持一个活动把它做完。你的性格也是这样，是对啊，一生就这么一次，所以我应该是到前一天我都还在准备所有大大小小的细节，对，然后就希望宾主尽欢，希望创造一个很美好、很美好，一辈子就一次的回忆。那天风其实不知道风会大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很神奇的风都吹到最对的、最棒的时候，很漂亮。所以你连车上都是爸爸一直陪着的。你当时有在含泪吗？有，我坐在车上就已经开始停不了眼泪了。爸爸说拜托拜托。爸爸说拜托拜托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拜托拜托。像童话的婚礼。所以你现在的这位先生，真的有机会比较冷静的在婚前观察过他哪一些是可结婚的条件吗？在这边说好了，是我跟先生求婚的。我觉得我们的结婚带了很多的，大家都说结婚要有一股冲动。但你没有经历我刚刚讲那个就是打勾的阶段，说打勾说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认识很久了嘛，毕竟对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。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很有勇气。老实说，其实没有什么男生在那个时候会追我的。确实，对，他把我看作一个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，是，对，然后追求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追的感觉。那时候觉得我知道，哇，被追的时候，心里还是会小鹿乱撞。你当时有给自己什么心理建设，说我可以这样做吗？我觉得就是8年后再走在一起，一定是什么样的缘分？老天爷可能真的希望我们在一起。那我觉得对爱情也好，和对爱情之后可以共组家庭，我们就是要认真好好聊一聊，好好谈一谈。所以我就先提，如果有想要在一起，那我们要以结婚为前提哦。电话中讲的还是当面讲？当面讲。然后讲之前有铺陈一下吗？没有还蛮突然的。没有那种说我明天要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。没有，那时候也都忙，就飞来飞去，然后刚好有2天2个人能够见到面的时候，就说，想想要不要结婚？这个问题有时候有人是以非常不耐烦的态度提出说，我们如果没有要结婚，那我们就不用再交往了，是这种吗？对，他如果说不要，那就这样。可是那时候我觉得，这里鼓起勇气问吧。你那一晚有很辗转难眠吗？我有这样看着镜中的自己说，我好有勇气哦。然后就跌了一个。我要的是嫁给爱情，我不会是说你今天就是你很成功了，是啊，你的事业上是怎么样子的，获得了世界的肯定，或是经济上有多了怎么样的一个财富，对我来讲都不是我想追求的，在乎的，都不是我在乎的。对，我觉得挺好啊，所以女孩子还是要鼓起勇气。你真的很勇敢哎。对啊，我好像第一次讲，因为是我求婚。我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勇敢。妈妈很好哎，妈妈真好，妈妈拍照的时候都有微笑。你当时那个婚决定的那么快，跟你妈妈的状况有关吗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可是我妈妈撑到我们婚礼
刚刚看到的影像，我们婚礼后妈妈很迅速的恶化，是直接到不认得我们了，连你都不认得？不认得我。婚礼后多久？很快速的恶化，所以我觉得她撑到我嫁掉。真的。所以你选了一个他会觉得熟悉的地方，对，要不然以他的病况会不安，所以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不安，他会很焦躁，他可能15分钟他就会想要离开。所以如果当天他15分钟想要离开，就让他离开，就离开。对对对。结果他就参加完整个典礼，真的感觉撑到把我嫁掉。是啊，神奇，很神奇。对对对，所以真的大家要珍惜你应该要在乎的人。对，这个地方承载了我爸妈的爱情，和我童年的回忆。谢谢你。对，你是不是没有料到你会哭到？对。这种温暖让我有勇气去接受爱情，我愿意，可以去面对未来的每一个位置。先生看你掉眼泪也会掉眼泪吗？先生说他面对的那个方向，然后看到所有的摄影机，然后他好像觉得大家把我一起交给他，他突然感觉到说那是 real， 责任重大，责任重大。我记得他，我们当天有人跑出来聊天，就在这里。对，我们的花园。我第一次来看景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有这棵树，然后旁边没有这些花草。对。他有说我们可不可以种花？所以就是从婚礼的那个时候开始种了，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花种，然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嘛。他就说：“那我要认养这个花园，然后希望延续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幸福感。所以现在他们好像取名叫‘志玲姐姐幸福花园’，好棒哦！这个回忆就会一直在这里。我觉得志玲是一个提供我们梦幻场景的供应者。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疑惑的供应者。”就很多人跟我聊天，聊完只会更疑惑，就是说到底怎样了？那他是一个梦幻的供应者，就是他一出现就让人觉得，这是我误踩入了动画中吗？还是我误踩入了漫画中？就是他有这么一个效果在。那他这个效果加上他对于人生的各种很坚定的态度，就供应了一个幻觉。让我们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子。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源自北欧挪威的高端天然饮用水品牌 WOS 赞助播出。难得享受这种婚后的 our time 的时候。我带了一个作品给你，有礼物，版画送给你，谢谢。还有爱，我喜欢。我要抱着走，我就不要抱着太大了，我要抱，不要抱着走，让我这么大个，先放桌上，先放桌上，就随时 remind 提醒自己，有爱，有爱，是。都设好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吗？这里一个小房间，可爱。对，我之前来的时候还会在这边看看书。对，这边很多书。对，你就可以一个下午享受自己的这种 me time or our time。现在在台南的人不一定要合照，或者是对，就可以让你自己蛮自在的。我觉得我在台南也好像结婚了以后，我觉得非常自在。就是真的很有生活感。是。我可以就是自己，然后去超市买东西，然后找一个地方坐。对，我有时候抱着孩子这样，都很自在。
想想你的人生好像活在镁光灯下的比例太高了一点。对，15年，满满的15年。主要是那个15年是你的重要的长大的15年。对，可你回想，你会觉得你活在最好的年代的我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个时候媒体又很蓬勃，一切都开始，然后大家会注意到你。我觉得以前的模特儿他们就是有那个样子，没有那个名字，其实大家都不认识应该就是刚好在那个阶段，大家可能开始想要了解模特儿的生态，然后突然好像麦克风就递到了我们前面，才开始会上这些节目。我觉得以前是没有的。是，所以你那时候来有害怕吗？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超级有勇气的女孩子。你一直是吧？一直是，好像就什么都不怕。你现在勇气应该没有退步啊？好像没有退步。人家以前都叫我零大胆，遇到什么事情，大部分都会说 yes， 好，试试。对，这是训练吗？你家教如此吗？个性如此。OK，个性如此，我就觉得，我如果没有说 yes， 我会不会后悔啊？我就失去了这个尝试的机会。我虽然参与过他一些有趣的时刻，可是我都不太会在那些有趣的时刻过去之后去问他说：“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就是我没有机会问这个，我也觉得问这个没品。你就尽你所能，你干嘛要管人家后来怎么样？所以我今天问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试着问一些说：“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呀？”然后看看他要告诉我多少。我不会问你一些细节，可是我想抽象的问说。你现在回看你觉得我们人一生应该要花那么多力气去追求恋爱吗？我现在自己回看我的过程，有点觉得你的过程，我有点觉得我花太多力气。你是努力追求爱的吗？我被爱影响得很严重，我还是会维护好我的工作，可是我自己内心受到的动摇会很大。当时好像都花了太多心力，然后它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对，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过程，有那样子的过程，你会知道，慢慢知道自己在爱情中，我想要什么样的自己，什么样的对方。你们两个8年前认识，就是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吗？演舞台剧的时候，所以我跑来看，对对对，那个舞台剧。那时候对方为什么会找你？他们可能误会了，以为我会讲日文。我们第一天他们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起读稿的那一天，我一讲出来第一句，我就看到那个导演傻眼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会的吗？对，8年前你是不会日文的。我是不会，可是我那时候很会背书，所以如果是譬如记者会，我就会把记者会的那5个问题完整的背完，所以人家看以为你会讲日文，然后就找我去演舞台剧。那我刚刚说我是零大胆啊，我就想说好啊，我就说 yes。你 yes 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我在 yes 什么。然后 yes 完，我也想说完蛋了，我也没有时间准备。我那时候很忙，我想没有时间准备一句，我想真的不行，因为他连那个古文。而且连你要读都不是能够很好的去舞台剧一场就算有2000个观众好了，你演10场也就是2万个观众嘛。对，2万观众对于你当时做的任何一个工作来讲，它都不是一个会被列入有效率的计算的数字啊。那你在追求什么？挑战。我就连睡觉都有一个录音机在旁边，就是一直听那个台词。所以那个导演找到你，不是因为他个人特别爱你或什么，他就认为你很适合，然后你会日文。那当然也因为是3国嘛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从赤壁开始，他们的认定就是小乔就是我，所以就希望我来演小乔。也就是那时候认识先生。那时候他在做什么？他是我们这个剧的男主角。OK， 他是演周瑜的角色。所以你们是排练中认识的。对，可是这个也很有趣。我们排练到2周的时候吧，他因为气胸，就突然送医。那以前我自己也有气胸，所以我知道那个是非常疼痛的。可是，在那时候彩排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完全 hold 住，没有表现那种痛苦。可是，一结束他就送医院去开刀了。
然后他在医院的时候吧，那个导演他就每一天会给他我们今天彩排的状况，然后帮他训练了2套，一个是很难的打斗哦，因为周瑜一定要有一些 action， 很难的动作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简单版的动作，你可能只是挥一挥剑这样子。所以等他2周后修复好了，然后他选择了那个复杂的动作，然后就是真的大家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，第一场演出是这样，大家用默契来完成这一切。我自己后来回想，我觉得后来我会对我先生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和感觉，我觉得那一点是有吸引到我的地方，就是很认真，男人的认真和勇气是一种魅力。当然，所以他开始让你觉得他有在追你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是他回来演出后的事。演出之后，我们都比较忙啊，对，而且就觉得好像是因为那个角色吧，就没有多想了，对，就短短的一阵子我们有保持联系，然后就断了。所以是过了一阵子再捡起来的。我们过了8年，他才重新再联系到我。他有试着说什么什么，可不可以见个面？然后就开始，好神奇哦。有没有恢复理智，想说天哪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？然后婚后会不会看见一些婚前没有看到的面貌？我觉得人这个我倒完全没有任何的多想或是担心，只是那时候我当然自己也心里知道，你包括入演艺圈吧，你一定会接受很多很多的掌声，你也会有很多的负评。那你结婚了也不可能一定就是接受到大家的祝福，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。我也有想过会发生，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带着我知道这样会发生，但我还是要选择结婚。然后度过我的下半辈子，是因为你最后会知道，真的要携手共度的，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人，不会是市场，不会是职场，是这一位，是你们可以一起共度陪伴。你这些话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想，还是你有跟他讲？我没有跟他讲，其实他不太。对，他不太知道这些心理过程，或是过往我曾经发生的事情，或是以前的我的舞台，我觉得这也很好，我很珍惜。就是他看到我就是单纯的志玲他会叫我小玲玲，就是一个小名，他就觉得就是小玲玲。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一点也很微妙，就是你不要去搜他的那些相关的事情，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演艺圈的人，你不去搜他，然后呢，你跟他相处，你得到的就是他跟你相处的这一面。对。可如果这一面就是你需要的那一面，不就好了吗？对。就是夫妻如果也这样想的话，应该就省掉很多。就是眼前的我们。所以你对他也一样。我对他也一样。你们两个就只收到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的彼此，你们不需要去知道更多他的世界、他的过往这些。我老公，我觉得他以前也是比较是在那样子的环境下，快节奏，就什么叫 on time。我们今天 plan 好这个，我们就不要去改，不可以去改哦。对。然后可是现在，我觉得他慢慢经过像我们这样的相处，我觉得他慢慢也会知道，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弹性，生活也蛮快乐的。是，对。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当然跟这个人的本质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拥有纯净的本质，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过纯净的生活。就像 VOS 这个品牌也是一样的，水源纯净，源自北欧，就代表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。你会跟你们家 baby 说话吗？会呀。所以你就是正常的和他聊天。你讲话本来就娃娃音，所以我本来就是讲话就是 baby 话。你跟他讲些什么？就是妈妈好爱你这种，对不对？每天一定会的。
反正这区真的都是就是台南的老房子，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啊。以前我的亲戚应该都是住这样子的房子，对，很典型。那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味道啊。我以前就这样骑个脚踏车。如果现在你在台南的街头，你会戴口罩吗？不会耶，不会，所以可以露出脸来。我现在不就这样？有一阵子我还说啊，我失去了明星的光环，应该没有人会认出了。现在如果有人认出，我就会谢谢。觉得珍贵是吗？普遍来讲，女生到底应该怎么被社会给看待？我其实最真实的建议就是，你不要管社会怎么看待吧。每个人都应该要找到看待自己的方法，而不是在那边寻找别人看待他的方法。别人看待你的方法千奇百怪，然后那些人都是你不理解也不理解你的人，就不要管他们怎么看了，你就找好你怎么看自己。所以我身边的朋友，只要有人能够找好怎么看自己的，他这个人都很笃定，他就不是会随波逐流或者被社会的一般的目光所压迫到的人。谢谢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坐这边，我会从那边上。I'm sorry， 哦 sorry。这个生活跟你想象的结婚生活差不多？应该是我们一结婚过了几个月就遇到疫情了，所以我觉得老天应该就是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好好的相处。你看我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，好像一天当2天用这样，然后一天有时候3个城市、4个城市，就是一直在飞。然后如果不是因为疫情，我觉得我和我先生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步调，就是各自在工作。那个就让我们停下来，专心的相处，专心的面对家庭。然后那时候也才真的就是有很深的认知，只有眼前这个人。你是下辈子要和他在一起的，不管好的和坏的。而且我们刚刚开始住的地方啊，其实我们是住一个 one bedroom 一个房间，很小的。我们知道在房间就是就是怎么样都会碰到彼此的那个感觉。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出去运动1小时，只要他回家，我就好高兴哦。就是家重新完整了。对，因为外面都是黑的，是那个时候外面所有就都是暗的，就全世界都是暗的，好像只有你这个家和你面对到的这个人是真实的。其实那个时候好像是世界上就只有你们这样的2个人在一起，相依为命。我没有什么资格对女生的生活提出建议啊，因为我自己亲眼目睹的女生的生活，其实需要的各种作战能力都很苛刻。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，就是从文艺少女变成2个孩子的妈妈的这种角色挺多的，然后他们都在表演那种从早上就要做早餐，然后送他们上学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除了忙自己的工作之外，然后还要操心先生以及小孩的很多，我觉得只要有1件我就会生气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同时操心5、6件，然后他们就活下来啦，他们也没有崩溃，也没有离婚，也没有把小孩赶出去，都没有，就是还有力气跟我 social， 还能告诉我这些故事，好像是别人的故事一样。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说，女生到底是怎么做的，为什么能够这样子？那男生也吃很多苦头，可是跟女生吃的苦头种类不同。你养小孩以后，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，你会忽然觉得说，你也长得太快了吧？哇，过了6个月以后，体型尤其身高 ，OK， 然后连脚都长大，然后你就真的觉得他好像跳过婴儿期，就像个儿童，会跑，然后很活泼，开始看得出那个调皮了。是，所以以前在爬的时候还好一点，现在要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好需要体力哦。而且我每次看做妈妈的人，
出门的时候装备都很多，就是对他会背一个很大的包包，没错，然后好像上车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车的空间，这些都是妈妈需要的，都是需要的，啊对。可是现在还是婴儿，所以当然安全座椅很重要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它座椅空间很大。对，我觉得空间大是不是起码让妈妈们压力小一点？对对对，很多妈妈我觉得长大小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希望说，帮小孩选衣服或者帮小孩选用品的时候，都会很在乎那个很多材料跟健康的。对，很多。其实我们家也会，就是像现在很多都是有机的嘛，什么都要天然，然后都要无毒。当然，这是不是一个无毒的空间啊？不要产生有毒气体啊。是的。那沃尔沃内饰呢，是使用安全环保的材质，也有用高于国际要求的标准做曝晒实验。所以就算是阳光曝晒之后呢，也不会有异味或是那种有毒的气体挥发。再加上有空气净化功能，空气净化的功能对小朋友来讲，妈妈会比较放心一点。对，太重要了。尤其疫情过后，我们这个吸进去的空气是每一口都要净化过。你爸跟你妈对你谁的影响比较直接啊？父亲是一种比较开明式的对教育，那母亲当然以前算比较严格的教育，可是也感谢她的严格打造了我。你妈妈的严格是哪一种？礼仪、仪态、品格教育，还有包括时间啊 ，curfew 有没有？女孩子不可以几点以后还在外面。那你有叛逆过他吗？我其实人生没什么叛逆期耶，我觉得我算一个还蛮中规中矩的女孩子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耶，结了婚会不会可以小小叛逆？因为毕竟我老公看起来比较像叛逆型，对。然后我想，没想到刚刚好结了婚以后，遇到疫情之后，他变成对所有的不管生活作息呀，还是健康的概念意识都非常高，所以完全不喝酒。跟婚前不同吗？对，婚前他们可能也比较多应酬等等，就是必须的这样子。对，后来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有叛逆期了。可是如果先生出去一阵子，太太会觉得喘一口气吧？他因为有时候会巡演嘛，是这些 tour 的时候，那我就在家里和小宝贝在一起。不会有那种一天想要有一段时间可以自己一个人的程度吗？对，好像有时候每个妈妈都会想要有自己一点点的 me time，我可以做什么？对，可是我看着他真的成长的速度非常的惊人，然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，现在所有这种可爱的、疲累的各种回忆都是留给我的。他不会记得3岁前妈妈对他做了什么。是这段时间，我就算再累，我还是觉得，好可爱哦！你这样说话，你开始会走路了，你开始会，这些都是自己的回忆，只有你会珍藏。是，所以这样以后我就再也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坚持今天要我的 me time 了，就没有。是，你把它当你的礼物。对，我反而很珍惜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时间。对，相对来讲，你现在比较没有镁光灯下的工作，那个生活对你来讲已经远离了吗？在我结婚后，我已经感觉到，慢慢的远离了。是出于你必须照顾小孩的真实的时间分配的问题，还是你心态上也觉得 OK 了？当然也综合一些各种原因。如果你再回首我的演艺生涯，如果是2004到我结婚的话，其实满满的15年。15年，我觉得给到我的舞台、视野、人生这种精彩度，这些机会是你求也求不来的。就是回想，就是何德何能，夫复何求。该去挑战的每一个舞台，该去接受的每一个训练或什么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都有把最好的自己和100%的自己去付出。结婚了以后，我觉得也会有
很多改变是你需要去面对。我觉得作为艺人一定要调整的就是我们要接受所有大家的声音，会有人认同，有人不认同，有人肯定不肯定，有人给掌声，有些人不看好，我会全部都收下，我很感谢，是很感谢有那样的15年。我觉得我现在回看觉得很神奇耶，就是对，就是夫复何求了。所以当我走进下一个阶段，我就会觉得，回到一个原本真实的自己。所以不会舍不得吗？我不会舍不得，我觉得我那时候拥有太多了。如果不足，我才会舍不得。我拥有太多了。确实，你现在看到新的人出现的时候，会想说，这个没有我以前漂亮。我觉得每个都比我以前漂亮。我想说，我以前要是没有这些化妆师、造型师、礼服，也不是那样子的我啊。原来我现在也可以这么憔悴，这么邋遢啦。对，就是每个人都是靠整个团队大家去完成你的。是。对，所以去成就你的。你现在最大的可以短时间忘记自己是妈妈的事情是什么？可以打一下手机游戏之类的吗？短时间忘记自己是妈妈，可能就像今天出来吧。对，我很久才找你一次，这样也算吗？对，因为大家都不太找我，知道是妈妈以后，大家就会比较远虑，就比较会小心这件事。对，就是只要超过3小时的事情就不敢找你吧。因为我平常已经不太聊曾经的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想跟你聊，我就会觉得，我好像稍微小小离开了一下平常做妈妈的那种状况。你的公婆有把你当明星吗？可能一刚开始吧，现在不会了。有像我们在日剧里看到的婆媳那么紧张吗？没有我的夫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，可能大家看到以前那个叫哆啦 A 梦，就是那种一栋然后在乡下，然后旁边都是田，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。然后公婆现在还住在那个房子里？还是住在那边。对，但每个月会来东京看小 baby 这样。可是这个在婚前没有担心，就是没有担心跟婆婆相处的情形这种。婚前没有想过，也很多人都会讲说是婆媳或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我觉得我和婆婆相处非常自在。我真的把她当作我自己的母亲一样。她其实和我妈妈同岁。可是非常的健康，思路也很清晰。我不晓得怎么形容我看着他，我都觉得老天爷再给了我一位母亲。太好了，太好，真的运气很好，真的，而且我是每天晚上都常跟他会说谢谢妈妈。如果你在比较小的年纪谈到一个恋爱，结果对方也答应你结婚了，你就结了吗？如果他是一个 OK 可结婚的人的话。所以你回到这个很重点的话题了，大家都会觉得过往的爱情这样，然后怎么不好，恨他。没有，你要谢谢他们，这样你才可以某一天走到一个对的婚姻，对吧？对啊，如果你急匆匆的嫁，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婚姻啊。看完全不一样的人生，很难讲，对不对？你要回头看，你觉得，我爱我这样的人生，我完全无悔，我要好好的过每一天。所以听起来你应该人生中没有什么你现在很想回去的时光吧？只是回去那样一天，还是可以从那时候重来。如果一天呢？你怎么又问这个问题？这问题不可以问，这问题又要哭。我是太久没有哭。问题没有什么可哭的。你是忽然想到了某一天吗？好了，我是不会放弃这个问题，就是。好，这个问题是怎么了吗，小姐？
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变成今天最好规定？我不了解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开发我的新的那个最让人哭的题目的范围，就是我们这一题没有。很会问的，真的很厉害。我的答案就是，我曾经想过，我会愿意用很多的日子去换来一天，我妈妈还记得我，然后她还健康的，只要有一天，是，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，就会是很棒的一天。就一天。他不记得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有办法接受，因为这件事情是逐步发生的呀。你一直有心理准备啊。可是很神奇的是，我觉得我面对很多事都会学习接受，学习沉淀，对，然后吸收、拒绝，再面对。只有我妈妈这件事情，就是到现在有时候坐在她旁边，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滴下几滴泪，觉得这么近，可是怎么距离这么遥远？所以也常常会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家人的，也许生病啊，或就是照顾者的辛苦的时候，我就真的觉得，如果有能力想要改变什么，可能就是回到那段时间，看我有没有一点能力去延缓、改变，这真的是对不起啊，这真的每个家就是都会发生的故事，所以也想要给大家一点勇气吧，就是还是要自己更振作起来，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过好，很棒 ，OK，你接下来有自己的家庭，我觉得你可以圆更多的梦啊。我感谢满足了，是，谢谢志玲，谢谢。我自己最近真正的体会是，在日常的生活中有感受，这种能力比追逐梦想的能力要重要的多。我觉得梦想是人生的调味料啦，你有也不错，可是不要误会一定要有。那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自己活着，这个能力比标榜梦想跟追逐梦想的能力重要太多了。因为整个人生其实是体会日常生活的能力。如果我们有体会日常生活能力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幸福了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综艺、上知乎搜众生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我最爱的良平。这个地方承载了我爸妈的爱情，和我童年的回忆。谢谢你愿意这么温暖的牵着我的手，回到这个原点，从这里开始出发，共筑家庭。我们相识了8年，我想一定都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们又走在一起。我要谢谢你，让我相信爱情，让我有勇气去接受爱情。我相信爱无惧，我不怕任何的惊涛骇浪，我希望是细水长流。我们很晚才走在一起，余生请你多照顾。我的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，我爱你，良平。